创建你的第一个基本体模型。前面我们介绍了 3D Max 的界面和基本操作方法，或许你已经有了一个上手动动的小念头。别急，在学习创建你的第一个模型之前，我们先聊聊三维作品是如何产生的。三维作品的制作流程，5个步骤完成作品。先考考你，知道元宵节的花灯是如何制作的吗？首先，通过绑扎竹子的方式形成花灯骨架，固定形状结构。其次，将剪好的纱布裱糊在骨架表面。再次，用喜庆的颜色在纱布上进行图案彩绘。最后，在灯笼的中间放上灯泡，就可以带去灯会，烘托新年的气氛了。如果你明白了花灯的制作，那么理解三维的制作流程也就不难了。三维制作流程和花灯制作流程有异曲同工之处。绑扎竹子形成物体结构，可以理解为建模。剪纱布将其贴到骨架上进行彩绘，叫材质指定。放上灯泡的作用是打射灯光，照亮图案，烘托气氛。如果花灯左右摇摆，叫动画。最后找个合适的角度观看，可以创建摄像机，分享给基友或者闺蜜看看吧。如果拍摄的是照片，称为镜真渲染；如果拍摄的是视频，则称为动画渲染。这就是三维作品诞生的过程。看起来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，不过不用担心，我们先通过一个简单的案例体验下整个过程吧。1. 创建基本体模型。创建的方法很简单，在标准基本体模块中激活茶壶，在透视图中按下鼠标左键不放，往一个方向拉，哇哦，一个模型就创建了。此时茶壶的创建还处在激活状态，可以继续在视图中创建多个茶壶。创建完成后，右键就可以结束创建操作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当然，几何体模型的创建要稍微复杂点儿，例如长方体。在透视图中按住鼠标左键，拉出模型长和宽。此时快速放开左键，轻轻向上移动鼠标，可以拉出模型高度。再次单击左键，便可完成一个长方体的创建。或许你会问，长方体创建完成后，可以再调节它的长、宽、高吗？当然可以。选择需要调整的对象，将创建面板切换为修改面板，就可以进一步调整了。试试长度，试试宽度，再试试高度，是不是很炫酷？2. 指定材质，让模型更有魅力。由于默认的标准体已经指定了 UV， 因此我们可以直接给模型材质，按下快捷键 M 键，打开材质编辑器，在材质活动视口中添加一个标准材质，选择所添加的材质，右键将材质给予选定对象，就为模型指定了材质。你可以换换颜色，设置一下高光，让模型更有魅力。3. 打射灯光，让你的场景亮起来。和真实环境一样，在三维世界中也需要灯光照亮物体，产生真实的阴影。因此，模型创建后需要进行灯光的打射。在创建命令面板下，灯光面板中激活标准下的目标平行光。在测试图中点击左键，从上往下创建灯光，记得启用阴影，
这样就可以自由调节光影效果了。4. 创建摄像机，找到模型最美的角度。作品完成后，我们需要找个合适的角度来欣赏。结合让你的基本操作更加灵活这一小节中所讲的视口操作工具，用 Alt 键配合鼠标中键调整视图，找一个漂亮的角度，确定后使用 Ctrl+C 创建一台摄像机，固定我们的构图就可以渲染输出了。5. 渲染输出，完成最终作品。与平面软件不同的是，在3维世界中的保存按钮只是用于保存场景中的工程文件，供下次编辑时使用。如果你想要将场景中的效果输出为图片或是视频信息，就需要渲染来完成。通过菜单栏渲染设置或 F10 打开渲染窗口，点击渲染按键就可以渲染当前视口了。此时出现渲染窗口，可以点击窗口左上的保存按钮，将渲染后的效果保存到本地。好了，如果你看到了保存后的结果，就证明你迈入了虚拟世界的大门了，具备了项目制作的基本要求。本章节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后续我们将结合第1章的内容，带你更深入地讲解3维作品制作的技巧，一定不要错过哦。